我看到蛮多台湾人的啊，那本人跟我同桌。Hello，大家好，又轮到了神秘猎人赛的 Day 2，看一下这一次的奖池好了，有一个最爽的11万美金，我们不贪心啦，我们只要11万就好了，我们只要一个箱子就好了。翻牌会是一个高频率的持续下注，好，我们这边转牌的话会是一个高频率的 check 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期的范围比我多，它会有一个领先下注的范围，也不是说不行啊，也是说对我来讲当然是一个轻松跟注，得牌的下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轻松的跟注哦，我们赢非常多的账户，两张方块68、89、90都潜在它的范围里面，它会有7没有错，那这个游戏呢，重点不是在于它有没有7或是比我大的牌，而重点是它的账是不是有足够多？他如果永远都没有炸，那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跟注啊。那我就说，这个 VPIP 这种玩家顶端的范围啊，基本上我们只要比 J 还要大的对子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跟注。输了不会说看到他，他有7，但我们也会看到我说的这一些68、89、90、18，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有可能。对于这个范围来说呢，我们赢的账真的是非常的多。AJ 同花2个都可以，我会偏向加注多一点啊。这种同花 A10、AJ、AQ、KQ、KJ、QJ， 非常的适合在多人底池拿来做挤压。那就算有人跟注，其实基本上也没关系。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看不大懂这个右下角是 all in 什么东西。真的是看不大懂。我认为他最强的范围，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比我大的牌 Ace Queen？ 当然有，但我认为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小对子。那对上小对子的话，我们这边是一个正 EV 的口，因为我们接近50%落后一点嘛，但是这个底池赔率比绝对是正 EV 的，所以我只要认为他不大会有 Ace Queen 啊，我只担心会有 Ace Queen。如果不是 Ace Queen 的话，那一定都是什么？一定都是10以下的对子。你看，这 King Queen，你不要觉得说，怎么好像很恐怖？他 all in 40个大盲，我 AJ 好像40个大盲不会赢。你要想的是一个合理性，就他这样打根本不合理。除非是什么？你慢打 AAKK 啊，你真的慢打我也给你了。这种就是很尴尬，翻牌前只能跟，然后他现在又想看到有人挤压，他又受不了，这种就是超没有逻辑的。但是你赢了，好不好？你赢，你最厉害。AA 认输吗？看，AA 能输吗？AA 能赢吗？下风期怎么应对哦？应该是说你只要做好资金管理就可以应对下风期，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啦，像我自己在遇到下风期的时候，我会尽量的挑一个合理一点的赛事哦。所谓合理一点是说 CP 值高一点，然后适当的降低买入。我们这边 A2 同花可以 late call all in， 然后也可以直接 all in。大家想看什么？大家想看平跟混合策略？基本上如果我是 A2O 的话，我是一定直接 all in。我靠，还有这种事情？如果说今天是同花 A 的话，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好、更有意思的翻牌后嘛，就是2张黑桃或者是更多这种情况。再加上在一个平跟底池的时候呢，如果开一个 A 塞的翻牌，那他也不会期望我们有 A 嘛，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抵抗。如果他要炸的话，直播 AA 没赢过，好安哦。右下角我也看不大懂，这个 A3 all in 他被89跟，这样子合理吗？是啊，你没有看过89扣人家15大盲的 all in 吗？这真的很夸张这是干嘛？我直接 all in 14个大盲，然后他小盲给我一个 good luck， 然后扣你，然后他是看错，89看成99他也不是猎人赛这是要我早睡的意思吗 ？AA 能输吗？我跟你讲，这个 AA 再输，我跟你讲，你问我还会不会重买？我告诉你不会重买。这手 AA 再输，睡觉不重买。合牌要下注要下注多少？如果说你的直觉是不下注的话，我跟你讲，
你错失太多价值。如果我下注满帕，有7和8，其实基本上都是要跟注。我认为再下注更大会太贪心，再加上它潜在有没有机会有方块 Q 啊？有可能 Q 叉方块，它还是有机会有3条。但我认为以一个满帕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界限哦。如果他今天连4都考虑会跟注满帕的话，那对上他的话啊，我认为下次我的尺寸可以再下大一点。K 包可以 all in 也可以 call。翻牌对上一个大尺寸的持续下注，我认为可以考虑直接 all in。跟注行不行？我觉得跟注也可以啊。基本上怎么做都可以，转牌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要扣。我们不知道他 AJ 会不会 all in， 当然你可以说他有机会有 Q， 但我说他如果有 Q， 他为什么要下注这么大的尺寸？所以他如果说是2张黑桃或者是一些中队顶队，他觉得就是 all in 了啦，反正你有 Q 你赢。那我的 K 很明确是领先这些范围哦，就是像这样子啊，15，他觉得哦，我中了一个对子啊，我觉得你没有 J， 还在双头顺，还在买啊，那我就 all in。它 limp 的话 ，A2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 all in， 尤其是没有位置，尤其是不同花啊，顶住，盖，可以 raise call in 啊，基本上 raise 或直接 all in 是差不多意思啊，但某种程度上不一样，你看它就跟住了，所以我会希望我今天 all in 的牌是。KQ 不同花，然后加注的牌是 KQ 同花，因为同花牌就很好打。我 all in 他还不会跟94，可是如果我跟他进去尬了一个对子，他的牌本来就不应该弃牌哦，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 King Queen， 所以他 back call。基本上中了中队以上的牌都是要继续的。12同花啊，如果不同花的话呢，可以考虑 raise 啊。同花牌基本上在翻牌后都还算蛮好处理的。这边如果他下注一个大盲，我可以考虑 float。我们有上下两边的后门顺啊。如果有一张方块是更明确啊，有一张方块甚至可以考虑 raise 啊。但我觉得以下下注一个大盲的情况下，可以用一定的频率去 float。他如果转牌下注，我们很明确的弃牌，我们有太多的3的组合可以抵抗。如果他 check 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混合策略，我们可以考虑在转牌或者是合牌进行一个炸胡。那合牌的下注逻辑是什么？如果说我有 A， 我一定会下注；如果我有3，我一定会下注；如果有后门的话，我一定会下注。下注尺寸是多少？我觉得2/3算起来蛮合理啊。如果说我想要告诉他是4、5黑桃啊，4、5黑桃我一定会跟住嘛，因为卡顺带后门花。好，又被抓，想看一下被什么抓啊？被 J 嗨抓，底牌被看到、哦，看有这种事哦，太扯了吧 ？KK 的话，我们这边想一下，我们这边跟注会剩下8个大盲啊，所以基本上我为 KK 能输吗 ？KK 输的话，真的是可以洗洗睡了。真的是洗洗睡，这样子，你没有看到了吗？这样子，这样可以吗？这样子可以吗？我们这边呢是短筹码最常见的一个，如果有受 ICM 影响，如果这是决赛桌，我可以弃盘，但这个没有 ICM 影响啊，没有 ICM 影响的话呢，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要跟住。然后我们今天尬到一个对子的时候要看多大。如果说我们低于1个 SPR， 那我们中了一个敌对是需要保护。如果我今天是 J3， 我觉得很明确就是个check。但我们今天中敌对的话，很明确是需要保护啦。我不会说因为这一把他有对子，所以就怎么样。我们是说这个游戏本来大部分就是不会中对子嘛，% 多少？超过60%不会中对子嘛。只要进去中一个对子，我们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领先。尤其是当我们今天落后的时候呢，我们都还有很多 outs， 至少有5个 outs， 就是我们大概率是领先。所以呢，这一把呢，你说翻牌前可不可以弃牌？我认为翻牌前低于5个大盲是不能。